在苏州安家，可以是姑苏老城的青瓦白墙，走过水墨诗意般的小桥流水，穿过烟火气的老街旧巷，当然，也可以是城市 CBD 的现代美宅，享受高楼林立的摩登时尚，坐拥桃花源般的天然湖泊。大家好，我是杨芳姐姐。最近我在做一档节目，叫做《我在北京有个家》，里面分享了很多北方的家。那就有不少粉丝呢私信邀请我一定要到南方的城市来看一看。那现在我就在苏州，马上带你们看的这个家呢，就在工业园区金鸡湖和独墅湖之间，位置那是相当的棒，真正的闹中取静，优雅隐居，艺术范儿的慢生活，走着。薛老师，久等了。你好，欢迎你来苏州。您在欣赏园林景观呢？对啊，我来看看院子四季的变化，一步到室内看好呀看室内的家。好呀，好呀，走。走。这一进来视线很通透啊。我不想它是一个很实的墙，嗯而是通过一些造型，然后上面有一些艺术品，这样的话来区隔，但是还是会可以透到后面，像苏州园林那种通透。这个客厅还真的是豁然开朗，那一看就是意式极简的风格。那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这种风格呢？我和我朋友当时也是全球去玩，意大利它是去的非常多，然后我们就当时是把意大利和苏州的这个整个感觉进行了一些融合。那这个沙发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款，而且您在颜色上的选择，还有材质上的选择，其实都做了一些的碰撞，皮子、布艺，包括棕色、灰色，包括这个地板，让人感觉可以散发出这种木头的香味，很舒服的。对，这是胡桃木是吧？对。像这块呢，给我一个围炉夜话的感觉。您在这儿又围出了一个另外的空间。真正大的区域可能是人多的时候，小空间更适合是两个人然后交谈的时候，3D 雾化的一个壁炉，让整个氛围会更加好。这个茶几还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几何造型。那我更希望它在这个里面不是尖角，而且是一个有弧度。而且它其实用的这个颜色，这个白色也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跟灰色搭配会非常的好。就是有苏州老的那种家具门板上面的那种原先大理石纹路的那种黑白的那种水墨的感觉。我刚才走过来还发现了这个特别经典的北极熊置物架的元素。这个是我朋友家，他原来上一套房子里有的，要把它搬过来，还是有一个记忆。另外呢，置物架很有意思的艺术造型，它在整个空间里，它又会变得非常有趣，而不是那么呆板。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规整的空间，可能放一些有造型的东西，是一个调和，一个点睛之笔。我看到您用了大量的百叶窗，它可以让一天的阳光有很多变化。比如说我要阳光强烈，或者是太阳西下的时候，那光线洒进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到了晚上的时候，它自然的一个闭合，可以把影视全部可以遮掉。所以您强调的就是这种光影的变化。整个这一层，它其实是一个中厨、西厨，还有将整个餐厅，还有户外的一个餐厅区域联系在一起。这部分恰恰是我们现代人生活待的时间最长、最多的时候。对。那我希望把这一部分空间把它做大，做得更舒服。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个这洗衣房也藏在这里了。是的。所以说这个厨房，这个西厨真的是功能性非常的强。我们就在一个三角形的区域，那边有电视。小朋友在这边可以用早餐，在这边可以互动，这个感觉是非常好。中国人的用餐习惯，包括他们一大家子，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圆桌，会比较更加舒服一点。对，中国人特别喜欢这种围合式的感觉，对。而且我还注意到了这个松果灯，松果灯当时也是我朋友特别喜欢它，它其实是所有的光源都是慢反射的，然后慢反射以后你人会更加舒服。比如说我们这个角落里的灯，你看如果角落里有灯光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角落不会再是那么去阴暗，而是把这个灯光会把空间放大。所以我们经常会采用这种泛光源的设计。您在这还放了一个沙发，是增强这种家人的互动吗？是，它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键。还有一个呢，你看这边是餐厨区域，是吧？一转身你过来以后，你看这个又可以移动，是吧？它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又可以看着外面的景，
这个泳池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可以恒温，可以从这个3月份一直可以到10月底都可以游泳。开始觉得就是国内的话做泳池的话可能会太浪费。对，其实不然，我们朋友家里有2个孩子，这个地方泳池就变成他的社交场所。而且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都是跳到河里去游泳，是吧？那他们现在更需要有这样的环境。对啊，大人们可以在这边厨房里做饭啊，然后就是餐桌里吃早餐，都可以看到他们。所以说，这个空间的互动真的是从室内延伸到了室外，而且我这里必须说，看到了北方和南方的差异了吗？我看到咱们这个家还用了很多格栅的元素。其实格栅的话，这个更有一些中式的这种感觉，又很现代。它其实是玻璃，里面就是透着中厨，把它隐藏起来，把它形成一个整面的一个墙啊，有实的有虚的。还有包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个卫生间。对，卫生间，是个卫生间，藏在这里面。这个楼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一个亮点，我看到它的层次感非常多。其实当时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在想这个楼梯的方案的时候，我朋友说这个楼梯不想把原来图件拆掉，然后我们就一边喝威士忌一边在聊，然后喝得晕晕乎的时候，然后我们想到盗梦空间，然后所以会形成现在的下面也是石头，上面也是石头，然后进行一个体块的分割，把原来厚重的感觉反而变成轻盈了，然后通过一些灯带的处理，让它有一个悬浮的感觉。而且我还注意到，就是您的这个扶手用了玻璃的元素，它也是让这个东西显得很轻盈，没有那么笨重。是，你看啊，这个整面的这个装饰墙，所有的这些都是他自己画，或者是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买回来的啊。明白，都是跟家里有关的一些东西。更多的是展示一些家人的喜好，是孩子的作品。而且跟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去更换。再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一些意大利灯。可以找到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所以区别于以往有一些样板间用那种大的沉重的水晶吊灯，这个要轻盈的很多。是还会使人放松，而且它的光影的变化会让你更加有惊喜感。您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就是家人娱乐互动的多功能厅。主灯的话，这上面一条，就是满足一些点对光源的照射啊，其他的话都是漫反射的。包括我们这个影音室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所有的喇叭都是暗藏在里面，然后让空间更加柔和，更加明亮。所以这是一个集合了很多功能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对，你像整个一个家的组成，它虽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后要做好或者让客户体验感好的话，它需要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选择金螳螂这样一类的公司来整合起来。金螳螂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设计过像国博啊、鸟巢啊、上海中心这种地标性建筑。那要把设计这种地标性建筑的公司来设计自己的家装，信任感肯定是倍增的。而且他们现在又推出了一个金螳螂家 APP 哦，你在上面可以选择有很多跟家庭装饰有关的东西。那能找到您吗？有机会会找得到的。这里是主卧是吧？对。我看到这会儿的光线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窗户的面宽其实很大，让它更加把外面的景引进来，起到了一个框景的作用。那在卧室里就能看到外面有个四季的变化。从这个屋的色调一看就知道这是男孩房，这种灰蓝色的色调还挺沉稳的。当时跟他们一块选的时候，我也会给小朋友看这个是什么颜色，他是不是喜欢。而且我看到还有很多的这个手办，所以小朋友的这个生活一看还是蛮丰富的。这边就是女儿房了，颜色色调这是他女儿喜欢的颜色色调啊，粉色、红色。对，然后我们其实在红色和粉色里面又加了点灰。而且能看出小朋友特别喜欢盲盒，其实是在您的这个设计啊、创意经验上，还是融合了很多家人的这个喜好。因为家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我更多的是去服务他们。你看整个泳池在夏天啊，或者是各个季节游泳的时候，它屋内都可以看到这一块整个动态。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泳池又灯光亮，里面的这个水又是波光粼粼，然后它的水又可以漫出来。像一个瀑布一样。你能想象到吗？就是如果小朋友把自己的这个朋友招到家里来开 party， 那在这儿肯定是一个大家最喜欢的地方。是啊，又会留下很多的记忆和回忆。他儿子啊、女儿都喜欢打篮球，他们身高都很高，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篮球的一个半场，
给他们活动活动。那像您在规划这个园林的时候，有没有留一些苏式园林的影子在里头呢？我更多的想把它的一些留白啊，或者是干净啊，或者是有一处地方可以有生长啊，这些把它发挥出来。从这个房子的设计，我看到了，就是处处体现到了您对朋友一家的这个理解，他们生活的一个定位，融合在了每一个地方。家其实就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对吧？然后设计师要做的就是怎样用他的专业，然后去服务于朋友或者以其他业主，让他更体现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功能、他们的爱好、喜好，是这样去做的。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是苏州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那么其他城市的家又怎么样呢？2022年我打算走遍全国去探访其他家的可能。那么下一站去哪儿？评论刷起来！